嘿，大家好！伊朗哈内梅伊马上就要完蛋了，伊朗马上就要解放了，世界要变天了，可能就是未来几天的事。我现在就给大家展现一下我的情报收集能力。一会儿影片中提到的投资信息只是我的个人投资笔记，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首先，我查询了最新五角大楼周边的披萨指数，6家店全部在深夜进入 busy time， 订单涌入，这就说明五角大楼开始加班了，他们肯定有什么大事发生。第二，美国 C17 Global Master 运输机开始部署英国、德国，美国已经开始把重要的物资运输到欧洲，截止到现在已经有16架，目前还有2架飞机已经从德国起航飞往中东，可能是去以色列。第三，以色列已经刚刚批准了钢铁袭击行动，准备空袭伊朗，现在已经进入倒计时。第四，阿联酋已经停止了飞往伊朗的航班。另外，在美国的伊朗王储里萨巴萨维也开始出现了，说我应伊朗人民的邀请，准备回去重建国家。他也接受了美国电视台的新闻的访问。他的爸爸就是伊朗前国王穆罕默德巴萨维。这张照片就是1967年在加冕典礼时候拍的，当时中间的这个小孩就是里萨巴萨维，他当时只有7岁，现在已经70多岁了。美国参议院林赛格雷厄姆在最近的新闻中拿出一顶帽子说，2026年会让伊朗再次伟大。伊朗虽然信仰伊斯兰教，但是他不是阿拉伯人，他是波斯人。波斯人从骨子里面就有一种自豪，因为他们在公元前550年的阿契美尼德帝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覆盖3大洲。在224年的萨珊王朝，它是和罗马帝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帝国。所以现在以色列还有美国的领导人他们都对伊朗人喊话，说你们看看你们现在又穷又闹腾，你们想想你们祖先的伟业，你们难道都抛弃了波斯人伟大的基因吗？伟大的传统你们都忘记了吗？所以你们要站出来赶走哈梅内伊，让伊朗再次伟大这么说的。其实伊朗在70年代国王穆罕默德巴萨维的领导下，民风就和西方一样非常开放，这个首都就跟纽约一样，有什么酒吧呀什么迪厅全都有，经济实力还超越了韩国和土耳其，它是拥有世界上第5大军队，石油资源也丰富，非常富裕。但是为什么最后没有了呢？是因为这个伊斯兰传教士深入伊朗农村盖了9000多座清真寺，它是覆盖了伊朗的每一个社区基本上就是7×24小时传教。然后伊朗的清真寺阿訇就像这个伊朗的大批农民天天的喊说你们要推翻巴萨维的统治，我们要信仰伊斯兰教这个世俗的巴萨维一定要被推翻。当时巴萨维是无为而治，也没有去管，而且他自己也有癌症，每天都吃一些抗癌的药物所以吃着这个每天都昏昏沉沉的，精神抑郁，萎靡不振，所以导致他这个判断能力下降，国内发生了什么事儿他都不太放在心上。所以之后的这个伊斯兰革命运动就在农村发展的愈演愈烈，然后就开始包围城市了，人民群众就开始反对巴萨维。巴萨维这么一看这个事情都发展成这样了，然后呢他也没有任何抵抗，直接就撤了，把政权就让给了伊斯兰的霍梅尼。结果呢从那以后，伊朗就变成了现在又穷又乱的国家，还支持各个世界的恐怖分子继续圣战。所以如果让他们统治世界了，我们基本上都得完蛋都得信伊斯兰教。但是好消息是哈梅内伊现在已经进入了完蛋倒计时。但是坏消息就是如果他走了以后，伊朗和中东会不会陷入更大的动荡，带给世界更大的灾难，这个是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又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其中孕育了无数的发财机会能不能抓住就要看大家自己的修行了。我个人的观点还是认为黄金这个 ETF、GLD、金矿 ETF、GDX 还是可以继续持有的，目标是黄金5000美元一盎司。另外我还持有了军工 ETF SHLD Shield， 昨天大涨了 5.27%。 这个 Shield 主要是持有了美国、欧洲、亚洲等等顶级工业的企业的股票，其中呢美国的 Palantir 它有 9% 的仓位，2025年它的回报是 74%， 在俄乌冲突期间表现的是非常好的。我自己的判断是，如果伊朗哈内梅伊垮台了，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会受到很大影响，而且也可能也会影响到中国和俄罗斯，这里就是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个事情的发展肯定不会平静如水、花好月圆的肯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没了伊朗，作为伊朗代理的各种恐怖分子组织他们也一定会群龙无首，陷入混战。
根据斯登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2024年全球军费支出是2.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9.4%。25年是有3%到5%的增长，而且北约的军费要从 GDP 的2%提高到3.5%。所以10年以后，到2035年，全球军费的支出可能到达4.7到6.6万亿美元。而且这个亚太地区的军费支出数据更加恐怖，到2035年，亚太各国军费预计增长40%。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为什么了啊？等到伊朗哈雷梅伊没了以后呢，美国重点就是亚洲了。这个都是不确定性，有了不确定性，就要持有黄金和军工的 ETF， 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军工 ETF 这一波涨完了以后呢，我可能就出一大部分，主要是因为纳斯达克100指数的 PE 已经达到 37.57 了，只要再涨一点点，就进入了有史以来最贵的估值区间38。这个38 PE 是一条红线，过了这个呢，大跌可能随时来临。大家有投资一定要知道这个估值，你一定要对自己持有的股票和 ETF 还有任何的这种财产房价呀怎么样，都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就是它现在是贵还是便宜。贵了你就不要买，等着等到他们这个美股做活动大优惠的时候，大跌的时候，你再进去扫货嘛。千万不能看别人买我也买，别人买房我也买房，别人这个冲进去买黄金我也买黄金，这个是不行的。你一冲进去那就是低点了，尤其是你听到了各种新闻说这个白银大涨，黄金大涨，这个时候你进去那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现在说我看好军工，我看好黄金，是因为我已经持有了军工和黄金已经一段时间了，现在是我看好了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它可能继续再涨一涨，我就可以出货了，我是这么想的不是想让大家现在就冲进去去买这个，大家一定要看准了这个时机如果大跌一直没有来临怎么办？那就是我平常用的一个非常好的策略，就是定投一会儿涨一点买一点，涨一点买一点，等到跌的时候我也买，跌的时候也买。从历史来看，定投是最赚钱的，真的是对普通人来说，定投是非常赚钱的，因为它不看你是涨还是跌，你就慢慢买一些有长期增长的，什么 AI 高科技指数什么都买一些，只要长期持有，那就是对普通人最好的选择。这个以后我可以给大家慢慢的讲。在这个频道里面，我以后还要跟大家讲一下其他频道都没有讲过的，就是这个投资呢，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一定要有一个 mindset， 就是你的思想要改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当年比特币出来以后呢，你要改变你的思想这个东西不是什么一串数字这个东西它实际上是背后的这个实质的是什么东西。就像比特币一样，它刚出来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思维没有改变出来，你就一直不会相信它是一个值钱的东西。所以股票也一样投资也一样，一定要改变自己的这个思维。我举个例子，其中有个重要的点就是这个纸币它就是纸，其实上它其实都不值钱的，值钱的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黄金你持有的这个东西是最值钱的，是不是？你持有的股票这些东西其实还是真正的钱，而这个钱呢，它只是反映了它的价值，对它价值的一代计算。如果这个钱贬值了，黄金食物鸡蛋牛奶它都会涨价是这么一个关系。这些以后我都会跟大家详细分享。好了，喜欢我讲时政财经投资话题的朋友，请帮忙点赞、订阅、转发，支持我的创作，非常感谢。我们下期再见。